138，这个应该是聂小倩，俊男美女，郎才女貌。聂小倩，蒲松龄原著，马兰梨花改编，杨文人音语绘画。浙江秀才宁财神性格豪爽，为人正直。这年夏天，他到清华游学，先不走至城外北教时，见一故事。虽然年久失修，但四周苍松古柏，倒也优雅，便打算在此停歇一下。他见四门半开，便信步走进观看，见大殿和宝塔雄伟壮丽之势，蓬高满园，长得比人还高，显得十分荒凉。东西两侧的厢房像是和尚的住房，但都双飞虚掩，空无一人，只有南面一间小耳房上有新锁。他从窗外向里张望，见榻上有被褥，即是有人住。哇，好俊呀，长得就是还是一表人才。这个连环画的这个画感觉特别好。他又转到正殿东北角，这里却别有一番天地，墙边几重垂柱，下面是一池野生的荷花，清风徐来，珠晒碎影，和松清香，财神顿觉心旷神怡。宁财神他想，这里虽然荒凉，却很幽静，是个读书的好地方。况且城里旅社租金昂贵，不如就在这里住下。于是便在廊上散步，等待和尚回来。天色将晚，还不见和尚回来，财神正等着，有些着急。忽见一个也像读书人模样的中年男子入院来，去开南面小屋的门。财神赶忙上前见礼，并告诉他自己想借鉴防止蟾蜍。男子说，这里并无房主，我也是巧取于此，你要是不嫌荒凉，就在此住下无妨。我们若能早晚一起研讨学问的话，我更是十分荣幸。财神听了十分高兴，于是便把靠近祠堂的一间屋子打扫干净，铺上些干草做床，置上块板子等书桌，准备长久住下来。屋子虽然简陋，却别有情趣。当晚皓月当空，清光如水，二人于廊上促膝聊天，互通了姓名。男人自称姓燕，名赤霞。财神怀疑他是赴考的秀才，但听他的口音又像这人，问他说是秦地人。男子的言语十分朴实，二人又对了一会儿诗词，就各自回房歇息了。美好的夜晚，财神躺在床上，因为是新地方还不习惯，翻来覆去，很久不能入睡。忽然他听到北墙外传来女人说话的声音，
就像有人家局促。蔡真觉得奇怪，便披衣下床，来到院里，从墙上的视窗往外看，偷偷的往外看。墙那边是个小院落，月光下，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妪正在说话。中年妇女问：“小倩怎么还不来？她平时在你面前有过什么怨言吗？”老妪说：“怨言倒没听见，只是常常闷闷不乐，有时悲哭。”哇，身材好棒，在现在也是一个美女啊！感觉这幅画特别的美。两人正在说话，一个17、18岁的女子姗姗而来，但见她身材窈窕，容貌秀丽，月光下更显得妩媚动人。老妪笑道：“看，我没曾说你就悄悄地来了，幸亏没说你是什么短处。哟，小倩，你真是越来越像画中人一样好看了。如果我是男子，怕也要喜欢上你了。”女子道：“除了婆婆，也没人这样夸我了。”之后几人又面絮絮的不知说了些什么。蔡真心想，这是隔壁女眷们在说家常话，没什么好听的，便转身回了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外面才寂静无声。蔡真刚要朦胧睡去，忽然觉得有人推门进来，他急忙起身一看，却正是北院那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小倩。蔡真大惊，问她来干什么。女子含羞带笑地说：“如此良宵美景，原来与你作伴，天降美女来作伴。”有点奇怪。蔡真正说道：“我们尚且年少，略已识出，免廉耻上进。你是女子，更应洁身自爱，快走吧。”女子笑道：“反正是夜里，没有人知道。”在古代真的是还蛮开放的。蔡真连声呵使他走，女子却低着头，想走又不肯走，好像还想说什么。于是蔡真恼我的大声道：“快走，不然我可要叫南屋的验伤纸了。”女子害怕，急忙退出屋外。但那女子没走多远，却又返回来，往蔡真铺上扔了一个小包。蔡真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一块黄金。蔡真气愤地将金块扔出门外，道：“这不义之财，莫要玷污了我的衣带。”女子听了十分羞愧，拾起黄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真是个铁石心肠的硬汉子。”
财神问燕赤霞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燕赤霞认为是鬼魅作怪，财神一向胆大正直，不相信有鬼，既没有在意。这天晚上，财神刚躺下，那女子又来了。没等财神开口，他就说：“我见的人很多，还没有遇到过像您这样刚强正直的人，我很敬重你，因此不敢再骗你了。”叶小倩，财神十分惊奇，问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女子垂泪道：“我叫聂小倩，18岁的时候得病死去，就葬在这石的后面，不料被妖魅威逼，要我为他做诱惑男子，害人性命，但我实在不愿再干这等伤天害理之事了。”财神问他怎么害人，他说：“只要男子和我亲近，我就趁他不备，用锥子扎他的脚心，他就会茫然昏迷。这时妖魅就来吸血，如果这人不爱美色，我就给他黄金。其实那时罗刹鬼骨虽留下，他就再睡到心肝。”这个漫画做的真棒，画的。小倩说到这里停了停，忽然郑重地告诉财神：“但如今世中我已无人可害，明晚妖怪恐怕会派夜叉前来。”财神大惊失色，连忙问小倩怎么防备。小倩说：“你搬到燕生屋里去，和他住在一起，就没有事了。”财神奇怪地问：“妖魔为什么不害燕生呢？”小倩说：“他是一个奇人，妖怪不敢惹他。”聂小倩，财神问小倩，财神向小倩连声道歉，小倩却伤心地哭了。她边哭边道：“我如今身陷苦海，希望上岸，却无能为力。我敬重你为人正直，品行高尚，因此恳求你搭救我脱离苦海。”可怜的女子。财神说：“你我阴阳相隔，我如何救得了你呢？”小倩说：“只要你把我的遗骨带走，重新安葬，离开这个地方，我就可以摆脱妖魅的纠缠了。这不至于我的重生。”财神依然答应下来，又问他的具体葬处在哪。小倩告诉他自己的坟旁边有棵白杨树，树上有个乌鸦窝，这就是标志。说完，他退出门外，一瞬就不见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财神就到寺庙后面去查看，这里有一片荒坟地，有一个坟头旁边果然有棵白杨树，树上有个乌鸦窝。财神想到小倩，若你骨灰被妖魅欺辱，不禁心中一片凄恻。财神怕燕赤霞外出，早早就备了酒席邀请他，并于席间提出同住之事。燕赤霞对说自己性情孤僻，喜欢清静，不习惯和别人同住。财神不管他肯不肯，硬把行李搬了来。为了保命啊，燕赤霞不得已给财神挪了一些地方出来，并郑重其事对他说：“
是个正人君子，我有隐中一事说不清楚，只嘱咐你一件事，千万不要动我这口小巷子，否则对你我都不利。蔡真恭敬允许，恭敬应允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人各自安息。燕赤霞把那小箱子放在窗台上，躺下不一会儿就想起了如雷鼾声。蔡真却想着这几天出现的怪事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快一更天时，窗外忽然晃过一个影子，眨眼功夫就到了窗子跟前。蔡真偷看一眼，只见一个怪物两眼闪着绿光，向屋里张望。他顿时毛骨悚然，正要大声喊叫，突然有个东西从箱子里冲出，发出一道耀眼的白光，直接撞断了床上的石铃，飘然一射击手，就如闪电划过，瞬间之后箱子如初，怪物却不见了。屋里又变得异常安静，蔡真吓得不敢作声。这时燕赤霞已经醒了，捧起箱子检查，他从中取出一个白亮晶莹之物，对着月光看看，又嗅了嗅，自言自语道：什么妖魔这么大胆，居然把箱子也弄坏了。说罢把东西收拾好，重新躺下。蔡真终于忍不住好奇，起身又想问，并告诉燕赤霞自己所见之事。燕赤霞道：既然你我相互信任，也就不相瞒了，我是剑客，箱中是飞剑，刚才要不是窗棂所挡，那妖怪本来立刻会被击毙，现在只是受了伤。我闻了闻，剑上有妖气，蔡真要看看宝剑，于是燕赤霞将其拿出，只见那小剑要3寸长，九彩叶冠，十分的玲珑剔透。蔡真更加敬重燕赤霞，要拜他为师。燕赤霞说：若论你的为人，倒可以从事此业，只可惜你终究是富贵场中人，与我不同，注定不能做这一行。蔡真只好作罢，从此二人情谊更深了。过了几天，蔡真心头有个妹妹，常在死后面开坟祭棺，将小倩的遗骨包好，鼓了2次船，准备回家。临走前两人话别时，燕赤霞将一个旧革囊赠给他，说这是钱袋，挂在屋里可以比妖美。蔡真拜谢。不久，蔡真到了家乡，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。找了一块空地，将小倩的遗骨埋葬好，还立了块石碑，并祈求祈告道：小倩，现在你离我住的地方很近，你歌唱哭泣我都能听得见，不会再受恶鬼的欺侮了。聂小倩道罢，他转身正要往家走，忽然身后有人喊道：宁相公，等一等，我和你一起走。蔡真回头一看，正是小倩。蔡真又惊又喜，白昼见面
倩脂容秀丽，皮肤白皙，娇美无比。小倩拜谢道：“相公果然讲心意，我无可报答，请您带我回去，我愿意服侍老夫人，以报相公的大恩。”说着跪在地上不肯起来。才真只好应允，让他去服侍老夫人，是不是有点不妥当呀？到家后，才真把小倩安顿在外院书房中，然后将此事禀告了母亲。宁母听了十分吃惊，当时才真的妻子久病卧床，宁母嘱咐说先不要告诉他，以免把他吓坏。正说时，小倩却已翩然入室，拜伏在地。宁母惊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小倩道：“孩儿孤苦无依，幸蒙公子相救，愿服侍老夫人，以报大德。”宁母见他端庄秀丽，说话自理，方敢对他道：“姑娘这样讲，我十分高兴。只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且有妻室。”小倩说：“孩儿愿意兄侍公子，以母侍老夫人。”宁母见他这样诚心诚意，也就同意了。小倩立刻到厨房为宁母烧茶煮饭，为宁妻熬汤煎药，洗衣扫地。之前宁妻久病，宁母年迈，有了这样一个帮手，减轻了许多劳累，宁母心里只是欢喜。到了晚上，宁母对小倩仍有一些害怕，不敢留她在屋里睡。小倩看出了她的意思，于是去与才真道别，来到书房外，却因屋里有奸气，不敢进去。才真得知，便把葛囊拿走，小倩才敢进屋。胆子挺大的。小倩就等坐下，低头不语。半晌才说：“你夜晚读书吗？我以前也读过一些诗书，不过已经忘了许多。我可以陪兄长读书，你随便指点我好吗？”才真答应了他。2更一过，小倩仍没有离开的意思。才真面催他回去休息。小倩难为情地说：“一欲孤魂，怕回荒芜。”才真同情他，但又怕母亲责备，不敢留他。小倩没法，只好凄然离去。出了门，过了台阶，便消失不见了。这样过了几个月，小倩渐渐可以伺候些活人的事物，并因乖巧能干，深得宁母的喜爱。日子长了，宁母竟忘了她是鬼，几乎当她是亲生女儿。晚上再也不忍心让她走了，就留她和自己同住。才真母子从来不说，外人也都看不出小倩是鬼。半年后，宁妻去世，宁母有心许小倩做儿媳，但又担心贵妻对儿子不利。小倩看出宁母的心思，便说：“孩儿敬重公子，报恩还来不及，绝不会加害于他。而且公子贵人自有天命。”宁母深以为然，便与才真商量。才真高兴地同意了。结婚那天，亲朋乡里都带着礼物上门
庆贺。小倩精心打扮之后出现在厅堂时，众人皆惊艳不已。没人想到她是鬼，反倒以为她是天女下凡。婚后夫妻恩爱，婆媳和睦，日子过得很美满。一天，小倩忽然显得有些不安，她对蔡真说：“这2日我心神不宁，公司金花要美，恨我远逃，要来找我。你把那葛囊拿来吧。”蔡真叫葛囊取来，小倩反复观看说：“这是先前用来收妖怪的，这么久了，已不晓得收了多少鬼怪。好在我已结束了很久阳光的和活人的气息，不是很怕它了，你就把它挂在门上吧。”晚上，小倩和蔡真正秉烛对坐着，忽然门外刮起一阵冷风，只听扑通的一声，半空里一个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小倩吓得藏在帐子后面，蔡真胆子大，借着烛光窥看，这是一个夜叉妖怪，目光如电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张牙舞爪地走向门口，好像害怕似的又往后退。忽然他窜到门前，伸出一只大毛爪，想要把那葛囊抓下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咯啦一声响，葛囊长得如豆一般大，囊口打开，恍惚间似乎有个鬼怪探出半个身子，抓住了夜叉。接着呼啸一声，那妖怪竟被揪了进去。刹那间，葛囊又缩成鸳鸯。蔡真目睹这一切，惊骇不已。他大胆地开门出来观看，但见月白风清，万籁俱寂，没有发现任何痕迹。在干囊中只有一些清水。小倩欣喜道：“没事了。”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妖怪打扰过。几年后，蔡真中了进士，又有了儿子，一家人一直生活的平安幸福。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，是一个五光十色的童话世界。它文字优美，人鬼神怪交织的故事，情节离奇，抒发了作者独特的人生价值观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。没想到这个绘本里面的这个结局